经常我们可能会遇到像这样子的这个贴库球，对吧？所以呢，平常在训练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多练一下这样的贴库球啊。我们先来示范一下啊，先来示范一下，如何可以更精准的打进这种贴库球啊。首先啊，为什么这种贴库球难打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很多人在练的时候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打薄了还是打厚了啊。能明白我意思吗？来，我们先来这边看一下细节啊，来看一下啊。当白球过来的时候，如果是打厚，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它肯定打不进嘛，对吧？打厚了以后，打这个方向，然后呢弹起，它会往这边跑，它会跑的比较少啊。白球弹扁以后的运动比较少。如果是打薄了，意思就是我先碰库了，然后再撞到这个球，打不进啊。然后呢，白球呢就会弹得比较远。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我们来示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打厚的情况下啊，是这样子的。你看白球它不怎么弹动，但是呢那个球呢还是打在带脚上，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示范一个打薄的情况。你看白球是不是跑得比较远？但是目标球同样都是撞到了带脚上。所以在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能够判断我们瞄的方向，所以打到的方向就比较精准了。当我们把这个白球跟目标球啊这样子定了2个点之后，不断的训练这个角度，那么去培养自己分辨细微的能力。这个时候注意第一步，趴下去以后要瞄的更加久一点，不要一趴下去球杆就开始乱动啊。我们需要先静止一会儿，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你这样子眼睛才能明察秋毫，观察入微啊。来看一下啊，好，静止一会儿，然后去感受这个白球在你眼中运动起来啊，跑过来的时候，来去感受它跟目标球和库边同时接触的这种感觉，这样才行啊。好，我们再到这边来，就静止的时候要想什么就想这个东西，感觉它完全刚好能跟库边跟目标球接触。好，这个时候呢再运一下杆，好，发力的时候眼睛要完全锁定的目标球，拉回来停住，好，一站一触杆，这样子去练这个库边球你才会比较有效果啊。所以推荐大家正在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从初级入门已经快要进阶到一些更加专业的技术的时候啊，可以选择这根球杆，叫做 DBS 3青啊。来看一下它的细节，非常漂亮的这几个星星的话，它这个是一个这个报贝的镶嵌，后把是一个黑檀木的然后呢前肢它整体的弹性又非常好，整体的手感顺滑，然后让你运杆的时候啊手架上会非常舒服。所以呢你搭配上我刚才所教你的这个方式啊，你的准度将会有个大幅度的提升。靓仔。大角度薄球是台球进阶技术必须突破的一道坎。通常这种球不是打厚就是打薄了。每次在瞄球的时候呢，都会心里发虚，找不到进球点。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是你的瞄准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了？大家先来看一下这种小角度球，袋口的容错空间比较大，趴下时都是以袋口中心作为目标点，即使打偏一点也都能进。打左边袋角同样也能进。可换成了大角度薄球时，很多人还会以袋口中心作为瞄准点，结果一定都是打厚了。我们换个视角来看一下，当我们对着袋口中心去瞄准时，由于台球是有体积的，边缘会因为蹭到库边而打不进。我们再换到目标球运动方向的视角上来看一下，袋口中心已经几乎一半被阻挡住了，所以实际的进球点在右侧的袋角上。我们现在示范一杆，慢动作再来看一下这个视角。你看目标球是不是蹭着袋角进去的？第二，关于力量和杆法，其实任何杆法都能打得进，主要看你这杆需要怎么校位。像这一杆的话，就需要用低杆减速，用右塞来校右边的黑球。但对于新手而言尽量去使用中杆或者中高杆进行击打，力量一般用中力就可以了，会比较容易进，因为台你有顺力毛。如果小力低杆的话，则对击球点的精准度要求非常高，新手往往后手不稳，如果不小心打出了右塞来，白球会带着一点点弧线，而导致目标球打不进。所以在出杆不稳之前，反而用中杆力大一些，更容易进球。如果想系统学习，记得一定要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下课，靓仔，史上最详细的瞄准教学来了。
瞄准是台球技巧中必须掌握的一项能力，而瞄准的感觉全都是来自于你平时一杆又一杆的积累而形成的。如何做到一瞄就准，出杆还不心虚呢？今天我将带各位靓仔学习私教班中最核心的瞄准技巧，平时都要收费的哦，还不赶紧收藏起来！从瞄准基础姿势到锁定进球点的出杆发力，全方位细致讲解，解决你关于瞄准的所有疑问。首先讲解一下正确的瞄准姿势，教科书一样的姿势不必完美达标，但要尽可能遵循。重心脚在弯腰后要垂直地面，左脚向前一小步，这样弯腰时重心会比较稳固。弯腰前需要先将肩膀侧过来，左手前伸，右手提起，小臂自然下垂。当球杆头刚好接触母球时，小臂也是处于垂直地面的位置。最恰当的手架距离是1掌。距离太近，眼睛看到球杆的部分会减少，这样会容易影响瞄准判断。如果距离太远，则会容易出杆不稳。像这样，小臂和右腿同时垂直地面，上半身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是公认最利于瞄准和打准的姿势。几乎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这个三角形的状态。从正前方看，手架、下巴、肘关节会完全在一条直线上，这样有利于眼睛看向什么地方，球杆就能朝向什么地方。从侧面看，握杆手、肘关节、肩关节会在同一平面内，这个面是垂直进球线的，这样有利于瞄准完成后回杆和出杆都能保证球杆始终在这条进球线内，比较利于打准。详细的标准姿势可以到我主页上搜索姿势。接着讲一下视线焦点。人之所以长着2只眼睛，靓仔，如果你连杆法有效区间都还不懂，那你这一辈子就根本不可能成为高手。今天的这个知识点太重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杆球，击球点打在低杆点位上，小力击打，母球会先向后旋转，再平移滚动一段距离，再向前旋转，这一段是低杆的有效长度。在这里任何位置碰到一颗笔直的球，都会向后退回。这里是临界中杆的有效区间，在这里碰到一颗笔直的球就会定住，而之后的区间就是高杆了。在这里碰到任何一颗笔直的球都会向前。我们加大力量再来看一下，同样也是先向后旋转，再平移，再向前旋转，但是我们会发现低杆和中杆的有效区间都变长了。记住这句话，杆法有效区间越长，容错空间就越大。举个例子，这颗球距离目标球很近，低杆要退回来走到这里，你是会选择打在这个点位上小力一点退回来呢，还是打在中低点位上中力打一杆退回来呢？我相信大部分人会选择第一种，但是大部分人力量是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好的，可能力量突然大了一些，母球就会退得很多，如果力量小了一些又会退不回来了，这就是容错率不够。但是选第二种用中力打的话，不小心力量打大了一些，因为击球点不至于太低，也不会旋转太多。从杆法的有效区间这个角度来讲，中低杆的击球点位旋转不那么强，增加了力量，也就增加了中低杆杆法的有效区间。即使力量不小心打小了，因为准备的是中力，也不会比第一杆的力量小，所以总归还是会有低杆效果，这样走位的容错率不就变大了吗？这就是高手总是更喜欢用杆法，也就是击球点位来控制母球的走位力量。高手的发力主要是以中力为主，这样打球感觉特别轻松洒脱。这里推荐各位同学们多练一下这个球型，每颗球都必须只吃底边一库打完，对杆法细腻度要求很高，尤其是蹬杆和低搓的杆法，如果能按顺序连打5颗球的，基本上已经算是入门的高手了。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可以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个视频。下课。如果你刚刚开始学习打台球啊，那么一定要认真听这节课，因为这节课学完之后啊，会让你在打台球的基本功上面少走很多弯路。很多人在趴姿势的时候，其实完全都是不对的啊，像这种直接肩膀都没有转过来的，直接这样子往下趴的，你一看这个后手就会感觉被压制住了一样，球杆的出杆空间严重不足，然后导致球杆出歪了或者怎么样，问题就很多很多。所以说一个好的姿势状态怎么入位，它能够直接影响你出杆的结果。好，我们先来讲一下握杆位置啊，因为每个人的身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握杆的位置也不一样。这根球杆呢是1.47米的长度，怎么找到它最恰当的握杆位置，就是你的专属握杆位置啊。首先先把杆头完全顶到白球这个上面啊，我们的手架的位置呢，大概是放在离白球1手掌后面的这个位置啊，放在这个位置上。好，右手
将它调到垂直地面啊，你就把小臂这样子吊了起来，它自然垂直的地方就是握杆位置。比如说我的就握这个地方，好，你就记住永远握这里啊。基本上啊，就是说正常的球形的情况下就可以握这里啊。球形如果是手架变短一点点，因为要打一些小力球啊，握杆就可以往前面握啊。如果再打更用力一点的球，握杆就往后握这样子啊。好，一般情况下呢，我是握这里。好，找到自己的握杆位置了以后啊，好，你看啊，这一条进球线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同样用一根球杆来先进行辅助，就杆头顶着白球，然后站的起始位置在一根球杆的距离。好，我们的右手握杆握在这个地方。好，重点来了啊，右脚一定要踩在握杆手的正下方，因为现在球杆它是对着这里的进球线的，所以呢，没有球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顺着这条进球线踩住它，因为这个脚非常关键。如果你脚没有在进球线上，比如说踩到旁边来了，进球线在这，你等一下趴下去的时候，你的这重心啊可能会偏向左边，或者是很够着打。就离这个进球线太远了。如果踩在右边的情况下，你的腰就会把球杆顶到进球线的右边，球也是歪的。所以说呢，一定要踩在进球线上。至于脚尖的方向，由于个人习惯都可以啊，你可以稍微朝外一点啊，或者是直接对准进球点都可以啊。我个人习惯是这样子啊。好，右脚踩好了以后，你眼睛一定要去看一下是不是在你握杆手的垂直正下方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开始迈左脚，左脚呢跟肩同宽，比右脚稍微往前半步一点点，因为等一下我们需要有一个转腰的动作，因为不转腰的话，你看我们这个胯还是顶住这个球杆，它没有在进球线上的，只有转了腰之后，你看球杆才有在进球线才有空间啊。好，在转胯的时候，左脚可以适当的弯曲一点点，但是记住一点，千万不要让重心往左脚上去倒。倒了以后，你看我们的头部也会离进球线比较远，所以说重心还是大部分的偏向右脚啊，在右脚上，这样子我们头部才可以等一下保持在球杆的正上方。好，在扭胯了之后，肩膀也同时要跟过来啊。同时跟过来，旋转一点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右脚、左脚转胯啊，转胯带肩，肩带过来。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往下趴，这个头部它就可以时刻保持在这根球杆的进球线上。那么你能够将视线锁定在这个进球线上，球杆才能够比较标准的能调到这个方向。等一下击球才会比较准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几个细节点啊。好，趴下来以后，手架一放，你看啊，现在的状态是杆头接近白球，手架距离白球1手掌，然后后手的右手是垂直地面，并且也是垂直这个脚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姿势呢，从正前方看起来，手架下巴的点跟后手的手肘的最高点就会形成一条直线。非常直啊，拉回来，啪，这个球呢打出去就会特别符合啊，就是发力的那种穿透力啊就会出来。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啊，就是说我们在趴姿势的时候，而不是球杆去找身体，而是球杆它本身最终是要放到这条进球线上来，是身体的重心去配合了这根球杆而已。所以重点就是我们的视线一定要是在进球线上进行入位啊。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熟悉了以后啊，就不需要这根球杆来进行辅助，就是这么拿着球杆，然后往前右脚左脚，对吧？啊，然后呢，视线你看我始终是身体有点倒向这边，然后开始入位的时候，好，腰肩一转过来，你看头部我始终是保持在这条进球线上啊。这样的感觉就能够持续的锁定着这一条进球线，才不至于偏移。那么这样子趴下去的姿势呢，就会更加符合你这个击打的方向。那么身体的所有的肌肉就很自然的会能往这个方向去打，球杆出杆啊才不会出歪掉啊。能明白吗？学到的都是自己的啊，点赞收藏发给你一些新手朋友啊，让他们也学习一下。如果还想系统学习的话，记得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